嗨，大家好，我是热爱钓鱼的安德鲁，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那么上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了如何去区分鱿鱼、墨鱼和章鱼。那本期视频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鱿鱼特别有趣的小知识。无论你喜不喜欢钓鱼，是一个新手还是一个钓客，我相信本期的视频都可以在某一种程度上帮助你。特别是对于那些苦钓不到鱿鱼的新手而言，这其中分享的某几个小知识就有可能将你钓不到鱿鱼的泥潭中拉出来。那么视频的最后呢，我还会分享一些如何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木虾，或者是如何选择一个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木虾，一举解决你的木虾选择困难症。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千万不要错过。好了，我们先从今天的第一点开始，鱿鱼是色盲。什么？你告诉我能够幻化成各种颜色的鱿鱼是色盲？没错，据科学家研究发现，目前已知的除了萤火虫鱿鱼以外，其他的鱿鱼都是色盲，而且不是红绿色盲，是单色色盲。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中只能看到黑白这两种颜色。我知道有的朋友肯定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了，看着自己钓鱼装备里那些琳琅满目的木虾，然后开始想，我究竟买了这些五颜六色的木虾是为了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鱿鱼为什么是单色色盲。这是因为在鱿鱼的眼睛中，它们只有一种锥形感光细胞，所以它们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黑白的。但这样并没有给鱿鱼的捕食带来阻碍，反而是其优势。因为光在海中的穿透能力有限，随着深度的增加，尤其是夜晚，海洋内的物体会随着深度的增加而迅速变得暗淡。而鱿鱼的单色色盲呢，可以让自己看到的物体增加黑白对比度，从而更敏锐地将海洋背景、生物自发光和鱼鳞的反射光区别开来，从而锁定猎物。OK， 我们回到木虾的颜色。那么这些五颜六色的木虾难道是专门给买家看的吗？又是我们来进行囤积、收集以及集齐各种色号的木虾？其实这个问题在之前也同样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款木虾的说明，它下面是这么写的：本款木虾的花纹模仿了本地鱼饵的外表特征，从而使当地的鱿鱼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攻击你的木虾。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花纹的颜色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去选择木虾时，一定要先了解一下本地的那些鱿鱼常吃的饵鱼都长得什么样子，从而选择一款和本地饵鱼外形花纹相近的木虾，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鱿鱼的视觉系统呢，还有其他两个特点：第一，鱿鱼可以看到紫外光；第二，鱿鱼可以看到偏振光。我们先从第一点说起，鱿鱼可以看到紫外光。鱿鱼虽然作为较低级的软体动物，但是其视觉系统已经进化的接近于脊椎动物，其控制视觉的大脑区域占了整个大脑容量的超过60%。鱿鱼的视觉敏锐，其瞳孔的从完全收缩到完全张开时间最快小于1秒。那么由于的这个特殊的视觉系统可以让它们看到大量的紫外光，这有助于鱿鱼观察从鱼鳞上反射的光线，从而锁定猎物。当我们白天做钓鱿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些外衣具有 UV 字样的木虾，这样的木虾呢，可以在白天反射更多的紫外光，从而引起鱿鱼的注意，让鱿鱼进行攻击。那么第二点呢，鱿鱼可以看到偏振光。想要了解偏振光和紫外光它们是什么，和偏振光和紫外光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简单点来说，就是鱿鱼可以看到更多的鱼鳞反射光。这张图片的上面呢是一张黑白图片，下面是一张经过偏振处理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偏振处理的图片呢，其暗部的轮廓细节更加明显，而鱿鱼看到的世界则是上面这张和下面这张图片的复合体。这就要引出我看到的另一篇论文。科学家呢对鱿鱼的偏振视觉进行了实验，他们将五颜六色的小鱼在黑暗的环境下让鱿鱼去进行攻击，然后研究发现，鱿鱼更偏向于捕猎那些白色且具有银色鳞片的小鱼。当我们在夜晚或者是光线昏暗的环境下
做钓鱿鱼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那些白色且具有银色鳞片的母虾，因为它们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反射大量的偏振光，而鱿鱼呢就可以看到这些偏振光，从而引起鱿鱼的注意。好了，我们下面说一下鱿鱼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特性，鱿鱼的趋光性。我们先来看看每年几百万吨产量的鱿鱼究竟都是怎么样被捕获的。这张图片呢，就是主流的商业捕捞鱿鱼的过程。首先是将这种特制的灯泡下沉至海洋300米左右，进行深海诱鱼，然后缓慢地升起这些灯泡，同时将船上的灯泡打开进行海表拒鱼，然后将钓组下沉进行钓获。我们一般出海夜钓鱿鱼也用的是此种方法，只是省去了第一个步骤，这样能够捕捞鱿鱼，也就是利用了其鱿鱼的趋光性。大部分的鱼类和头足类在晚上都喜欢在有光线的地方进行活动，这是因为在早期的生物演化中，大部分的浮游生物都只能够感受到光的方向，所以它们就喜欢趋光游动。浮游生物的聚集引来了以它们为食的饵鱼的聚集，从而引来了其他生物，接着各种捕食者也随之而来。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这些捕食者就演化成了直接去夜晚有光源的地方进行守株待兔。鱿鱼会在夜晚变得活跃，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鱿鱼的表皮伪装图案更容易让它们在光线不充足的情况下融入周围的环境，使自己更加不容易被猎物发现，提高捕猎效率。不跟船出去钓鱿鱼就钓不到鱿鱼吗？也不是，只是跟船出去钓鱿鱼的时候能钓到更多的鱿鱼。我们也可以根据鱿鱼的趋光性选择钓点，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我们选择去那些带有灯光的码头钓鱿鱼。当然还有别的办法。第一，我们在某宝搜索诱鱼灯3个字，便可以得到钓游船同款诱鱼灯。第二点，我们可以使用某种发光喷雾，当这种喷雾喷在鱼饵上的时候，它在晚上会发出微弱的光，从而引诱鱿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我们晚上钓鱿鱼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自己可以发光的母虾，或者是夜光的母虾。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吸引鱿鱼注意的方法吗？且听我娓娓道来。接下来就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鱿鱼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鱿鱼的听觉。当然，鱿鱼可以听到海洋中传播的声音。那么哪一种声音可以更好地引起鱿鱼的注意呢？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说明，普通鱿鱼可以听到400到1500赫兹左右的声音。在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大尾鱿，对600赫兹左右频率的声音尤为敏感。据说处在这个频率的声音可以让大尾鱿产生一种无法抵抗的攻击欲望。据某品牌说啊，他们旗下的木虾的材料和钢珠都是经过细心的挑选和设计的，这使得钢珠碰撞木虾外壳时所产生的声音的频率恰好在600赫兹左右。当然，看了看这20倍的差价，我只是希望鱿鱼不要讨厌我那些便宜的木虾所产生的声音就好。我个人认为，除了光以外，声音是最有效的诱鱿鱼的手段，因为声音可以告诉它所传播的半径范围内所有的鱿鱼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来了，大家快来吃我啊！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它可以让鱿鱼在第一时间对这个木虾产生兴趣，看这个木虾一眼。如果鱿鱼看不到你的木虾，你的木虾设计的怎么漂亮，反射怎样的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让鱿鱼看到，然后才能对它产生兴趣。每当我们到了一个钓点，可以先用带响珠的木虾进行测试，看一看这个钓点附近究竟有没有鱿鱼。如果没有鱿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一个钓点，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在有很多人钓鱿鱼的时候，你也可以使用带响珠的木虾，让鱿鱼首先对你的木虾产生兴趣，这样你也可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渔获。我们刚刚讲了鱿鱼的视觉和听觉，那么下面一点我们来讲讲鱿鱼的嗅觉，看看怎样利用鱿鱼的嗅觉更好地引起鱿鱼的注意。鱿鱼、章鱼和墨鱼呢，它们都是用它们触手内的吸盘的突触来进行分辨化学物质的。
用这种方式对猎物进行追踪和分辨。针对于鱿鱼的嗅觉，有人又发明了如下2种不同的钓鱿鱼的鱼饵，一种是可以加鱼肉的木虾，另一种则是可以直接使用饵鱼去钓鱿鱼的钓钩。那么以上2种钓饵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们可以通过味觉去吸引鱿鱼的注意。鱼饵的味道不仅诱惑了鱿鱼的注意，从而减少了鱿鱼爆饵之后弃饵的几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鱿鱼爆饵之后爆饵的时间。当然，这2种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每次所使用的鱼饵的大小和重量不可能完全相同，重量的不同也改变了整个钓组系统的浮力，从而使木虾的下沉时间更加难以控制。当然，我们也有另一种替代的方法，我们可以买一种诱鱼剂，在我们去钓鱿鱼之前，在木虾的外衣上滴上几滴，同样也可以达到诱惑鱿鱼的目的。或者我们可以买缓式喷雾剂，喷在木虾的表面，这样便可以增加了另一种诱惑鱿鱼的纬度，进一步增加了我们自己的木虾对鱿鱼的诱惑力。鱿鱼是群居动物，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钓获到了鱿鱼，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其他的鱿鱼等着你去钓。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看到了有其他钓友钓上鱿鱼，那这个地方肯定就还有其他的鱿鱼存在，一定不要错过。那么下一点，我们就说一下钓鱿鱼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用木虾而不去用小鱼呢？这就要说到鱿鱼的食谱了。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所钓获的鱿鱼，它们的捕食对象都是小鱼、小虾和小蟹。我们所用的木虾呢，就是用来模拟海中的小鱼或者小虾的。那么有朋友就问，为什么我看到的只有木虾而没有小鱼呢？其实小鱼是有的，只是它们外面的外衣不同而决定了你所看到它们的样子。但有时呢，鱿鱼也会攻击一些和自己体型相当或者是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猎物。有一次呢，我就用这个3.5号的木虾，然后钓到了一个这么大小的鱿鱼。说完了鱿鱼喜欢的鱼饵，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鱿鱼究竟在什么时候喜欢攻击猎物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无论你的木虾怎样吸引了鱿鱼的注意力，但是如果错失了鱿鱼攻击你木虾的时机，还是钓不到鱿鱼，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看鱿鱼捕猎猎物的过程。在海洋中啊，鱿鱼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会找到并且攻击那些看起来受伤或者是活力不高的猎物，以增加它们的捕猎效率。在鱿鱼攻击猎物时，它们的通体会变为深色，这样是因为降低它们的存在感，让它们的身体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然后它们会直接扑向猎物，用2个比较长的腕足伸向猎物，然后拉向自己，迅速地用所有的腕足将猎物包裹住，然后用嘴对猎物进行切割和吞食。现在我们知道，鱿鱼会在猎物最大意的时候发起攻击，也就是说，在猎物活性不高、露出破绽的时候，鱿鱼最容易发起攻击。那么相比较于我们用木虾去钓鱿鱼的时候，木虾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不高或者是受伤的状态，也就是对应了我们木虾整个在缓慢下沉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技法去钓鱿鱼，所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吸引鱿鱼的注意和靠近，其核心都是等待木虾自然下沉，露出破绽，给鱿鱼爆饵的时间和空间，诱使鱿鱼进行攻击，完成整个过程。所以下次去钓鱿鱼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核心就是等待下沉，等待下沉，等待下沉。好了，鱿鱼的特点已经说完了，下面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选择木虾的要点究竟有哪些。第一呢，也就是我们最先开始说的那一点，选择与当地饵鱼花纹相近的木虾，这样呢就可以让鱿鱼觉得这是它们非常熟悉的猎物，从而进行毫不犹豫的攻击。第二，白色，因为鱿鱼是单色色盲，所以白色是它们所能看到的最鲜艳的颜色了，从而让它们第一时间注意到你的木虾。第三，选择具有银鳞的木虾外衣，因为鱿鱼有偏振光视觉，所以这种哔铃哔铃的反光会极大的引起鱿鱼的兴趣。第四，因为鱿鱼可以看到紫外光，所以在我们白天去做钓鱿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些具有 UV 外衣字样的木虾。第五，响猪，因为声音可以更广且无死角地吸引鱿鱼的注意。第六点，味道，
我们可以给木虾的外衣上喷或者滴诱鱼剂，从而诱惑鱿鱼。最后一点，木虾的下沉速率，在我们买木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盒子上写的这个木虾大概多少秒可以下沉1米，这可以让我们在钓鱼的时候更好的控制木虾的下沉时间。以上便是我认为的，在我们买木虾时我们要找寻的木虾所具备的特点。如果你一直在选择木虾的时候被木虾的颜色和特点困惑，不妨试试我总结的以上几点，一定能够帮助你选择一款适合你的木虾。所以看视频的你都买了什么颜色的木虾呢？或者是你买木虾的时候都参考了什么特点？请一定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视频的内容，请参考视频下方的链接，以获取更多的资讯。在接下来几支视频里呢，我会给大家陆续分享钓鱿鱼的装备、方法以及技巧，所以还请大家订阅、关注、点赞、留言，这样才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哦。如果对本视频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指正，还请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一一回复。好了，希望你们每次都有自己满意的钓获，下期再见。鱿鱼也会攻击一些和自己体型相当或者比自己体型大的猎物。有一次呢，我就用